就在萧炎炼化青灵体内的地蟒食心毒之时，萧炎发现他背上有一个神秘的九头蛇纹身。当他注视纹身时，一股暴戾之气涌上心头，萧炎惊骇不已。青灵的身上怎么会有如此凶悍之物？等到那股暴戾劲儿消散了，萧炎这才松了口气。不过他还是小心翼翼地又看了一眼青灵的后背，他这次可不敢大意了。紫褐色的火焰都从体内冒了出来，给自己壮壮胆。青灵在池子里，他背上的神秘纹身若隐若现的，那九头蛇的眼睛也闭上了。萧炎皱着眉头，死死盯着那纹身，心里嘀咕：这东西究竟是什么？他压根就没听说过大陆上有这种魔兽，而且那凶厉的气息连他都没法抵挡，肯定不是什么普通的魔兽。想了半天，萧炎还是没想明白，只能把疑惑先压在心底，等青灵醒了再问他。他从那戒里又拿出一个小玉瓶，倒出一些淡红色的液体，继续给青灵解毒。这地蟒食心毒可不好对付，过程繁琐得很。好在萧炎现在也是个炼丹宗师，要是换别人还真不敢下手。这一折腾就是4天，萧炎一直守在青灵身边，往池子里扔了快100种药材，能量雾气都变得黏糊糊的。不过青灵的脸色倒是越来越好了，眉宇间的黑气也慢慢消散了，看来毒素正在被清除。这几天，萧炎对青灵背上的九头蛇纹身越来越好奇。他发现，随着能量不断灌入青灵体内，那纹身越来越清晰，蛇瞳也微微睁开了。有时候，萧炎都能感觉到一丝暴戾的气息。好在他心神坚定，没受影响。他猜这纹身肯定是远古的东西，现在斗气大陆上应该没有这种魔兽了。就在萧炎继续照料青灵的时候，突然剧烈颤抖起来。萧炎一惊，发现动静是从池子里传来的。他盯着池子，只见烟雾中隐隐有个庞大的轮廓。突然，一只诡异的眼瞳浮现出来，3个小点迅速放大，变成3朵碧绿的花朵，飞速旋转。萧炎心里一紧，这不是青灵的碧蛇三花瞳吗？还没等萧炎反应过来，那眼瞳爆裂开来，一条9头巨蛇从池子里冲了出来，对着萧炎就扑了过去。萧炎倒吸一口凉气，这巨蛇通体暗红，9个蛇头狰狞无比，18只眼睛全都是血红色的，和青灵的碧蛇三花瞳一模一样。就在巨蛇快要扑到萧炎的时候，萧炎大喝一声：青灵！这声音震得山洞都抖了几下。巨蛇的身体一顿，血红的眼睛里露出挣扎的神色。很快，血红色就淡去了，碧绿色又回来了。随着碧绿色的出现，巨蛇的身体突然爆发出强光，迅速缩小，最后变成一个娇小的身影。青灵从半空中掉了下来，萧炎赶紧接住他，问道：没事吧？青灵睁开眼睛，看到萧炎这么近，脸一下子红了，连忙挣脱他的手，躲到石柱后面穿衣服。萧炎有点尴尬地摸了摸鼻子，等青灵穿好衣服，他才问：刚才那是怎么回事？青灵解释说，那是远古天蛇的灵魂，是一种变异的远古天蛇。他当初误打误撞的从一个远古天蛇的骸骨里召唤出了这道灵魂，虽然很难驯服，但随着他实力增强，这灵魂的抗拒也越来越弱了。萧炎听了，心想：远古天蛇可是和远古天皇一个级别的魔兽，要是青灵能驯服这玩意儿，那可不得了啊！青灵还说，他的碧蛇三花瞳虽然不能控制有身体的远古血脉蛇形魔兽，但这灵魂却是自己赖在他身上的。萧炎又问了问青灵体内的毒素情况，青灵笑着说，毒素已经解决了，他现在是1星斗尊了，碧蛇三花瞳也能控制更强的蛇形魔兽了。萧炎无奈地摇摇头，这丫头的碧蛇三花瞳真是太厉害了，以后要是把远古天蛇的灵魂驯服了，那战斗力可不得了。最后，萧炎挥了挥手，说：走吧，毒素解决了，该去给药老炼制身躯了。萧炎急匆匆地走进大厅，看到药老坐在首位上，灵魂力量澎湃，给人一种生机勃勃的感觉。萧炎惊喜地问道：老师，本源魂器恢复了？药老睁开眼，笑着点头说：多亏了精品魂因果，本源魂器恢复到巅峰了。萧炎迫不及待地问道：那炼制躯体的事应该也是能够开始了吧？药老说还需要几种材料，萧炎却笑着说材料早就凑齐了。萧炎随手一弹，一个玉瓶出现在手中，里面是一枚8品丹药，丹香浓郁。风尊者有些惊讶，这居然是8品丹药。药老点点头，这可是经历了5色丹雷的8品丹药，萧炎的炼药术没落下啊。风尊者哈哈大笑，萧炎可是丹会冠军，不比你当年差。萧炎接着拿出一个玉瓶，里面有天妖皇的精血，还有一具斗宗巅峰的骨骸。他不太满意这骨骸，但风尊者却拿出一具4星斗尊的骨骸，说这是他以前的仇家。萧炎听了，心里暗想，风尊者和这仇家的恩怨可不小，不然的话不会连尸身都给人家解决了。风尊者说，这些材料都是上等的，用它们炼制躯体，药尘说不定能恢复巅峰实力，甚至突破斗尊，达到斗圣。但药老摇头说，斗尊和斗圣的差距太大了，斗圣强者极为罕见，萧炎在中州这么多年也没见过真正的斗圣强者。风尊者提议明天就动手炼制躯体，早点恢复实力，星陨阁才能应对魂殿的报复。萧炎和药老都同意了。回到房间，萧炎盘腿坐下，
拿出3根玉白色的肋骨，这是他从骸骨上搬下来的，里面藏着天阶斗技的秘密。他一直没时间研究，现在想起魂殿的威胁，他决定修炼高阶斗技，进一步提升自己的实力。他仔细观察肋骨上的奇异文字，却无法破译。他尝试用灵魂力量接触肋骨，却被弹了回来，意识到肋骨上有封印。于是他用紫褐色的火焰煅烧肋骨，从傍晚一直烧到深夜。终于，肋骨变成了一滩暗金色液体。萧炎小心翼翼地将手指伸入液体中，却突然感到剧痛，手掌被液体包裹，甚至发出骨骼挤压的声音。就在他以为手掌要废了的时候，剧痛戛然而止，液体侵入他的手心，消失不见。紧接着，萧炎的脑袋轰然一震，眼中浮现暗金光芒。他喃喃自语道：“这是大天造化掌。”萧炎的灵魂猛地一震，眼前变得一片模糊。等他回过神来，发现自己来到了一个奇怪的空间里。这地方空荡荡的，啥都没有。萧炎扫了一眼，突然发现虚空中站着一个人。这人看起来平平无奇，身上一点气息都没有，就像个普通人。但萧炎心里清楚，这肯定不是什么普通人，说不定就是大天造化掌的主人，那个遗迹里的斗圣强者。萧炎心里琢磨着，这地方应该是斗技里藏的一个记忆空间，这人影也只是斗圣强者的一点记忆残片。他还没想完，那身影突然开口了，声音平淡道：“大天造化掌，天阶低级斗技，乃是本座穷毕生之力融合百家斗技所创。此掌法讲究造化之意，以掌破天，以力碎万物。”萧炎越听眼睛越亮，这天阶斗技果然名不虚传。接着，那声音又说：“能得到我藏在骨骼里的秘密，你也是有缘人。不过，你要是想施展这掌法，必须用被金灵弦淬炼过的手掌，不然会遭反噬。”萧炎这才明白，刚才那阵剧痛，原来就是金灵弦在锤炼他的手掌。那身影接着说：“大天造化掌具有造化之力。”说完，身影突然发出淡淡的荧光，身体变得透明，露出里面的经脉路线。萧炎赶紧把这经脉路线记在心里，这可是修炼大天造化掌的关键。接着，身影一掌拍出，虚空都被震出了一个巨大的黑色光圈，周围的时空都像是被击碎的玻璃一样崩塌了。萧炎看着那飞速扩散的光圈，心里直吸凉气，但他一点也不慌，朝着那身影深深一鞠躬，说道：“多谢前辈。”那身影淡淡的说：“有缘人，记住我的名字，造化圣者。”说完，身影就慢慢消失了。萧炎默默点头，任由那光圈把自己撕裂。房间里的萧炎突然睁开眼睛，吐出一口浊气，喃喃说道：“造化圣者。”他看看自己的右掌，发现手掌泛着暗金色的光芒，像是金属一样。他心神一动，发现手掌里多了几条隐秘的细小经脉，这些经脉互相连接，形成一个神奇的循环。萧炎这才明白，为什么只能用经过金灵弦锤炼的手掌施展大天造化掌。要是没有这几条循环经脉，能量在掌心凝聚，却无法释放出去，最后只会把手掌震碎。萧炎心里感叹，不愧是斗圣强者，这方法太厉害了。萧炎心里直痒痒，迫不及待地想试试这大天造化掌。他从床上跳下来，站直身体，深吸一口气，开始按照记忆里的经脉路线运转斗气。一开始，斗气运转的特别慢，路线也很复杂，还出了好几次错。不过萧炎反应快，每次发现路线出错，就立即散去斗气，这才没受伤。经过几次失败后，萧炎渐渐熟悉了，终于成功完成了一次经脉循环。就在这一瞬间，萧炎右掌上的暗金色光芒突然大盛，他震惊地发现体内的斗气像潮水一样往手掌里涌去。萧炎心里一惊，这天阶斗技的斗气消耗也太恐怖了吧！随着斗气不断汇聚，手掌上的光芒越来越强，最后出现了一滴黑芒。这黑芒的吸力超强，周围的光芒瞬间被吞噬，黑芒也越来越大。萧炎心里直冒冷汗，这能量太可怕了，要是现在施展出去，周围100米之内肯定没人能活下来。萧炎赶紧强行制止斗气消耗，手掌微微一握，那黑芒终于慢慢变淡，最后又化成斗气回到了他体内。萧炎松了一口气，抹去额头的冷汗，看着自己的右手，心里有些兴奋。修炼这大天造化掌，造化圣者已经帮他铺好了路，他掌握着斗技的速度比其他斗技快多了，这真是大福缘。萧炎揉了揉右手，嘴角露出一丝微笑，他想下次再遇到摘星老鬼，这大天造化掌肯定能让老鬼好看。萧炎又对风尊者说：“风老，这次炼制躯体核融合的过程可能会花不少时间，在这期间别让任何人进来。”风尊者很严肃地点头说：“放心吧，等你们开始后，星陨阁就会进入戒备状态，外面的强者也会被召唤回来。药老恢复巅峰实力对星陨阁来说太重要了，绝对不能出岔子。”萧炎深吸一口气，他把装着生骨绒血丹的玉瓶弹给药老，药老接过玉瓶，灵魂力量飞出来盘旋在萧炎身边。风尊者和其他人看到他们开始后，就悄悄地退出了石塔。萧炎抓住那缕灵魂，一掌拍在石台上的骨骸上，把灵魂拍进骨骸里。然后他大喊一声：“老师，我先炼制躯体，一旦成功，你马上进入完成融合。”他拿出一个玉瓶，里面装着青红两色的血液，能量波动很强。
这次为药老炼制躯体，萧炎准备的东西都是最好的，所以难度也比上次帮天火尊者炼制时难大多了。萧炎把青红血液倒在骨骸上，顿时冒出白烟和滋滋的声音。血液很快渗透进骨骸，让骨骸变成了青红色，能量波动也越来越强。萧炎用紫褐色的火焰包裹住骨骸，开始炙烤。这个过程很耗时间，整整持续了1天。最后，骨骸上的青红之色变暗了，但萧炎知道这些能量已经渗透进骨骸深处了。萧炎吐出一口气，看了一眼药老，药老也点头表示满意。萧炎的控火术比以前强了很多，药老也很欣慰。萧炎突然想起什么，走到石台边，把骨骸的右手臂搬了下来。药老有点疑惑，萧炎却笑着说：“试试这个。”他从那戒里拿出远古遗迹里得到的斗圣右臂，接在骨骸肩膀上。虽然大小不太合适，但经过火焰修剪后，很快就契合了。药老看到斗圣手臂，震惊不已。萧炎解释说：“这东西至少硬度够，说不定还能帮药老突破斗圣。”药老觉得有道理，就让萧炎继续。萧炎又用3000连星火锤炼了一番，直到手臂和骨骸完美融合。最后，萧炎大喊一声：“老师！”药老立刻点头，吞下生骨溶血丹，灵魂进入骨骸。骨骸开始震动，眼眶里凝聚光芒，恐怖的能量弥漫出来，骨骼上开始长出血肉。萧炎紧张地看着，火焰熊熊燃烧，焚烧新长出的血肉，但血肉很快又长出来，速度越来越快。经过10个小时的焚烧和生长，皮肤终于成型了。现在石台上的骨骸已经变成了人形，就等药老和这具身体完成最后的融合了。一旦完成，当年的药尊者就能浴火重生了。与此同时，在中州西域的一座深山里，一座巨大的黑色巨殿散发着可怕的能量波动。突然，黑雾涌出，凝聚成许多黑色身影，跪在空中，恭敬地喊着：“恭迎九天尊！”一个蓝色身影浮现，淡淡地问：“还记得任务吗？”近100道声音整齐地回答：“灭星陨阁，擒萧炎，抓药尘。”九天尊点头说道：“出发吧。”身影消失后，摘星老鬼抬起头，脸上露出狰狞的表情，道：“萧炎，这次没人能救你了。”在石塔里，萧炎看着火焰中紧闭双眼的药老，心里稍微松了口气。这具躯体已经炼制成功了，接下来就看药老能不能顺利融合了。这几天炼制躯体，萧炎累得不行，好在他那戒里丹药多，才撑了过来。他轻声说：“老师，接下来就看你的了。”然后在石台上盘腿坐下，开始修炼恢复。时间过得飞快，半日过去，萧炎恢复了状态，睁开眼睛，发现药老还是没动静。萧炎知道这具躯体用的材料太特殊了，药老融合起来不容易。萧炎想了想自己的实力，现在还是1星斗尊，不过已经到巅峰了。他知道自己得尽快提升实力，不然魂殿的强者一出手，他可就危险了。提升实力最快的办法就是吞噬异火，但除了3000焰炎火，他也不知道别的异火在哪。他倒是惦记着海星焰，但木谷老人自从他成为斗尊后就消失了，他也只能放弃。萧炎突然想起自己手里的3张神秘地图，上面记录着异火榜第3名的净莲妖火。这净莲妖火太神秘了，连药老都没见过，萧炎也找不到任何关于他的资料。他把3张地图拿出来拼在一起，但还是看不出个所以然来。他叹了口气，看来还得找到最后1张地图，不然净莲妖火的下落永远是个谜。萧炎不甘心地把地图收好，又拿出几块斗圣骨骸碎片，这些骨骸里藏着斗圣骨髓。萧炎知道这东西的珍贵，他用紫褐色的火焰煅烧骨骸，花了2天时间，终于把骨髓弄了出来。他把2枚骨髓放进玉瓶，自己吞下最后1枚。骨髓一入口，就化成一股巨大的能量冲进萧炎体内。他赶紧修炼，花了3天时间才把这股能量炼化。他睁开眼睛，发现自己已经突破到2星斗尊了。这斗圣骨髓的效果太厉害了，连8品丹药都比不上。萧炎正想离开石塔，突然整个石塔剧烈颤抖起来，紧接着一个冷冰冰的声音在天空响起：“星陨阁，交出萧炎和药尘，不然今天就血洗这里。”萧炎脸色大变，魂殿终于是来了吗？